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同是李沁的男主，对比王一博、曾舜晞、肖战，才知道啥叫佳偶天成。李沁加曾舜晞，最近上线的新剧确实非常丰富，包括了现偶小甜剧、女性复仇剧、武侠江湖剧，以及即将播出的古装宅斗剧。在这之中，李沁与曾舜晞共同主演的《七夜雪》毫无疑问的位居首位。这部改编自经典虐心小说的作品，尽管剧情仍在初期展开，却已让观众预见到最终悲伤的结局。在无尽的血缘上擦肩而过，最终只能以死亡收场，这似乎已经是薛子叶注定的结局。不过，虽然虐恋的主题听起来颇为动人，但由于李沁和曾舜晞之间那微弱的化学反应，实在难以让观众感受到深刻的情感冲击。七夜雪当前的剧情集中在霍展白前往药师谷寻求神医的经历，以及薛子叶在频繁发生医闹时竭力救治患者的故事。从医者与纠纷病患者家属的角度来看，两人竟然能够相互欣赏，甚至后续产生爱情，这实在是荒唐至极。从目前的角度来看，二人之间的相互欣赏更像是导演为彼此特意设置的滤镜，让这份情感显得异常突兀且不太恰当。有人试图闯入女主的家，她并没有担心自身的安全，反而因对方的退让而倍感欣赏。这人真是太糊涂了，根本看不出男主是在以退为进，威逼他治病救人。当男主坚定地表示要救故人之子的时刻，女主却不断联想到自己与哥哥的经历，对他的执着深感钦佩。然而，作为江湖上著名的神医，薛子叶一年仅出诊10次，每次的诊费高达10万两。多年来竟然没有遇到一个坚定不移的希望救助病人的家属吗？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古代背景下，能够支付10万诊金求医的人，一定非常重视病人，因此女主对男主的特殊关照显得尤为惊人。支撑角色情感线发展的基础出现了问题，使得后续的发展显得空洞无物。基于剧情设定所产生的 CP 感这一路径已经彻底失效。然而从外观上来说，李沁与曾舜晞似乎也并没有明显的 CP 感。李沁在剧中表现得相当明显，时刻以各种姿势展示我很痛苦、我很凄惨的情绪。李沁似乎对将手托在脑袋上的姿势情有独钟，每当他坐下时，几乎总是采用这个动作。然而，李沁紧绷的身躯始终没有放松，而是不断展现出翘起的兰花指，给观众带来一种奇异且不适的僵硬感。李沁似乎很想在这部剧中扮演林黛玉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之前饰演了薛宝钗而感到遗憾。只是，虽具备了柔弱如柳的姿态，却未能展现出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，导致角色形象显得非常割裂。曾舜晞可爱的外貌与观众心中的侠义形象简直相去甚远。尽管他的穿着风格带有一些江湖气息，但一看到曾舜晞那可爱憨态的面容，就显得很不搭调。提到 CP 感，更是让人匪夷所思，谁会对母亲和孩子之间产生希望他们在一起的想法呢？观众的反应更加诚恳，感觉不是一辈子的人，完全没有情侣感，这是大家在看完剧后的真实体验。与李沁和曾舜晞在一起时的种种不协调相比，李沁和王一博站在一起则显得更加赏心悦目。李沁加王一博，作为爱奇艺今年仅有的2部超万剧之一，《追风者》同样是备受好评的作品。作为历史剧，这部作品的主线围绕魏若的成长展开。从央行的核心人员，到察觉国民党的阴暗面后投向共产党，最终成为苏区银行业的建设者。在魏若来成长的过程中，沈近珍无疑是他信仰的引导者，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指引者。尽管沈近是真正的千金小姐，
他却愿意抛弃忧郁的生活，一心投入对共产主义的追求。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孩子，最终为保卫祖国的未来付出生命，为了他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。沈近珍与魏若来在灵魂层面上的共鸣，才是观众对这段感情最为认可的表现。正因为剧情发展自然，即使剧中未明确描绘两人之间的感情，观众依然沉浸在那种意犹未尽的氛围中。这对在新年时许下的愿望，都是希望国家不再有战争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每当目光交汇，彼此的灵魂便愈发接近，尽管没有亲密的举动，却仍然让观众感受到他们心中的波动。李沁与王一博本身契合角色，再加上他们都是俊男美女，结合剧情的发展，这对 CP 感自然而然就形成了。两人之间的身高和体型差异恰到好处，是营造情侣感的绝佳元素。除了剧本和外表的优势，两位演员的表演也展现得相当出色。在与敌人对峙时，李沁站起身的瞬间不自觉向前倾的举动，透露了沈近珍的真实感受。王一博注视着弹琴的沈近珍，眼中流露出的欣赏和微微上扬的嘴角，无不揭示了魏若来的心动。特别是在沈近珍去世前，李沁向魏若来的那一瞥中，流露出悲痛、坚定，还有一点点依依不舍与眷恋。爱情是美好的，但他们还有未走完的旅程和使命需要承担，暂时只能把儿女情思搁置一旁。当王一博目睹沈近珍的死亡时，他的表演格外富有感染力，嘴巴张得合不拢，满脸震惊的神情以及无意间流下的泪水，都清楚地表明了魏若来此时内心的痛苦与悲伤。正是由于两位演员的出色演技，观众才能随他们一起体验沈近珍与魏若来的相识与深入了解，对二人生离死别的结局感到无比惋惜。哀痛侵蚀，情难自禁这一句生动地表达了沈近珍去世后魏若来的苦楚，也成为他们感情的有力证据。观众在看到这两人的故事后，纷纷流下了泪水。没有感情线并不意味着缺乏感情，般配是一种直觉，可能是我仍未从中走出。李沁加肖战，在梦中的那片海中，肖春生与童小梅的关系可以看作是暗恋与救赎主题的结合。这种设定非常容易引发观众的共鸣。与大多数作品中沉默暗恋的温暖男二号角色不同，梦中的那片海将女主角童小梅设定为这个暗恋者。李沁在这部剧中的表演相当自然，成功展现了少女的懵懂春心以及对感情被揭穿的紧张感，令人十分容易产生共鸣。后来，充满自信的肖春生在一次意外中受了伤，他身上曾经耀眼的光芒似乎暗淡无光，此时只渴望悄然融入人群。此时，童小梅来到他身边，通过陪伴和鼓舞将他带到了光明的境地。肖春生起身，两人的关系也终于得到了明确的解决。在少年时代，肖春生捡到了一枚书签，多年婚后才意识到，这竟是妻子当年遗失的。这种巧合让他们的爱情增添了许多命中注定的色彩。剧方显然擅长表现宿命感，那张相似的白色长椅几乎见证了两人感情的每一个阶段。与剧情的推动相比，这两位的外貌和气质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肖战那掐腰的姿势，以及后面带着甜蜜笑容的表现，让许多观众感受到了一阵粉红色的浪漫气息。观众的反馈表明，李沁与肖战的组合显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。你觉得哪一位和李沁更有 CP 呢？